最近伊朗又被以色列打了，这次直接在人家首都动手，没打招呼没警告，简直就是当众扇巴掌。很多人以为中东要炸锅了，什么穆斯林兄弟一起出手帮伊朗撑场面，结果呢？伊朗那边升旗喊复仇，气势拉满，周围那些穆斯林国家一个个装死，最多发个声明，连火箭弹都懒得扔一下。要知道，伊朗这些年喊了几十遍要消灭以色列，结果真被打到家门口时，像极了一个被全班孤立的学生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为啥穆斯林国家那么多，没人肯帮伊朗呢？教派斗争才是核心问题。其实不是大家怕以色列，这背后是中东的一套剪不断理还乱的教派斗争。了解中东的朋友都知道，这地方表面上都是穆斯林，实则早就是一锅粥了。你可以把伊斯兰世界想象成一个班级，表面上穿着统一校服，动不动就高喊同窗之情，可实际上教派不同，性格各异，家长背景也不一样。大多数穆斯林国家，比如沙特、埃及、约旦、土耳其，信的是逊尼派，这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占多数。而伊朗呢，是什叶派，还不是一般的什叶派，而是那种要输出革命的版本。这就像文科班里来了个理科生，不光老师打断大家自习，还天天宣言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两派的根本分歧就在谁来当老大这件事上。逊尼派认为伊斯兰领袖应由穆斯林社群选举产生，而什叶派则坚持领袖必须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。伊朗自己就自诩什叶派领袖，四处拉人建小团体。黎巴嫩的真主党、也门的胡塞武装、伊拉克的民兵组织都是他扶持出来的。可问题是，这些小弟们打来打去，倒霉的是周边那些逊尼派国家。如此一来，人家愿意帮他才怪了。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现在的中东早就不是20年前那个天天喊圣战的地方了，大多数国家已经摆明态度，要搞钱不搞革命。先说埃及，老牌大国，中东队长级别的，过去几次跟以色列打仗基本都是他带头，可人家后来想明白了，这仗没法打，真打不过。1979年就和以色列签了和平协议，这些年不光不打，还跟以色列做起了生意，连天然气都从那边买。更现实的是，现在埃及经济一塌糊涂，通胀飙升，外债压顶，光是维持国内稳定就够头疼的了，哪有心思管你伊朗打不打仗？约旦也差不多，地理位置尴尬，夹在以色列和伊朗中间，手里没资源没军队，防空导弹还是美军帮架的。你指望他跳出来替伊朗出头？他还怕以色列和美国一起过来教育他呢。所以这2年你看到了，伊朗的导弹一飞过去，约旦直接帮以色列拦截。嘴上是穆斯林兄弟，手上是真不想惹事。再看沙特，说实话，如果能投票决定哪个国家最想让伊朗倒下，那沙特必须是第1名。这俩国家几十年积怨，光在也门就斗了个天昏地暗。胡塞武装天天射导弹，沙特油田被炸，谁干的还用问吗？所以沙特的态度特别简单，你伊朗要是倒了，我们举国放鞭炮。加之沙特在推2030愿景，准备从石油经济转型，搞科技搞旅游，你说他会帮伊朗？做梦去吧。阿联酋和巴林更干脆，2020年就签了亚伯拉罕协议，光明正大跟以色列建交了，还有了军事合作。以色列与阿联酋合作开发无人机防御系统，阿联酋和巴林还讨论过采购以色列的铁穹系统。另外，迪拜这座城市靠的就是全球金融和旅游，你要真跟以色列打起来，那经济还不得直接凉半截。说句现实的，人家真不是怕死，是怕没钱。土耳其就更有意思了，表面上骂得最狠，一到联合国大会上就开始发言批评以色列，但底下该合作还是合作，游客照样来，生意照样做。何况土耳其现在自顾不暇，经济濒临崩溃，利率冲到50%以上，
连自家老百姓都不敢把钱存在本国银行，还得靠外资撑着。更别说国内还有个大问题，库尔德人想建国，天天在闹事，这是够土耳其头疼了。你说他还愿意为了伊朗去惹事？打死他都不会干。至于黎巴嫩、叙利亚就不用提了，前者烂到快变废墟，后者连自己家都顾不上，还能出去参战。叙利亚这几年基本成了一个谁都能来炸一脚的空壳国家，真有战斗力的部队都被炸得七七八八。伊朗自己的内在问题，这么一圈下来，你就发现伊朗嘴上喊的震天响，说是代表整个穆斯林世界，结果背后一看，连个真心的盟友都没有。为啥？不是大家不团结，是你太搞事，谁都不想为你搭进去。大家都当他是班上那个永远在起哄的激进分子，你喊你的，我们该开会的开会，该赚钱的赚钱。另外，伊朗现在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以色列打不打他，而是他自己根本撑不起一场全面战争。就像一辆外壳锃亮、喇叭巨响的破面包车，油门一踩光冒烟，连个坡都上不去。很多人以为伊朗是个强国，人口9000万，地理位置关键，资源也不少，按理说是块硬骨头。但真要刨开皮看看内部，才发现这国家就像满清末年，表面是一块大帝国，实则早已千疮百孔，整个国家就是靠一股强撑的劲活着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统治伊朗的核心人物并不是伊朗的主体民族波斯人，而是来自北部的阿塞拜疆教士集团，占全国人口不到1/4。就跟晚清一样，一小撮满族贵族坐在上面指挥江山社稷，下面一堆汉人忍气吞声，搞得国家内耗比对外强硬还严重。政治体制的矛盾，这也是伊朗拧巴的地方。名义上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，实际上是政教合一。说白了就是总统你可以选，但你选的是个空架子 CEO， 真正的大 boss 是宗教领袖。总统想干点啥都得给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打报告。这政体的设计完全是为了让权力永远掌握在教士集团手里，哪怕总统换了3茬4茬，真正的神王从来没动过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问题来了，这么一搞，国家就直接成了双轨制，一边是看起来民选的总统，另一边是全权掌握军队、宣传、法院、媒体的宗教领袖。谁说了算？当然是后者。总统像个带薪实习生，说是国家元首，其实就是带领伊朗人民热爱领袖的宣传部部长罢了。而且这个统治班子内部也不团结，一堆派系互相掐。保守派怕西方入侵，整天喊口号；改革派想搞经济开放，结果动不动就被扣帽子西方走狗。总统换来换去，其实根本没人真能拍板。这种情况下，国家内部矛盾堆得老高。很多人以为伊朗对外强硬是团结，其实是假象。真相是他们需要一个外敌来保持内部团结，哪天外敌没了，没准第一时间暴乱的就是自家人。经济和社会危机，这年头伊朗政府最怕的不是以色列空军，而是德黑兰街头突然多出来的一群学生举牌子。别忘了2022年那个头巾运动就是一场半暴动，一个姑娘没戴头巾被打死，结果全国年轻人直接冲上街头。那年的世界杯，伊朗队队员不唱国歌，就是因为这个头巾事件。这可不是为了一块布的事，是一代年轻人对神权政治的一次集中宣泄。那几个月，全国好几百个城市天天游行，政府镇压到手软才算压下去。但那股怒火并没消失，只是被压在地毯下面。经济上，伊朗更是一锅烂粥。你别看伊朗是产油大国，
但自从被美国制裁之后，石油出口腰斩，外汇断流，企业破产，经济简直就是一块面团，被四面八方的手捏成了麻花。伊朗的通胀率这几年飙到离谱，货币贬值比委内瑞拉还快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房子买不起，工资不够吃饭，于是干脆逃。现在伊朗每年有15万人移民海外，基本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和青年。你说一个国家把最好的人才送给了他国，那还怎么发展？何况伊朗政府的预算70%都花在了国有企业和安全部门上，革命卫队、情报机构、宣传系统、宗教部门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，普通人却连牛奶都买不起。这还咋打仗？油价一跌，政府都要靠印钞票过日子，真打起来，不出3个月自己先崩了。复仇循环的真相。所以你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，伊朗天天喊我要报仇，结果全世界都习惯了他的剧本。升黑旗，预告复仇，定点烟花秀，外交部发声明，然后呢？啥也没有。几次下来连老百姓都骂了，台词都背下来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复仇黑旗循环。去年以色列炸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，伊朗升黑旗，全网喊这次必须开大，结果过了几天，一波导弹划过天际，被以色列和约旦拦下80%，剩下的连块玻璃都没炸碎。唯一的死者是一名在以色列务工的巴勒斯坦人，还是被残骸砸死的。你说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？而以色列这边呢？人家倒是一点不嘴炮，天天搞实事，直接定点清楚，斩首空袭，每一波打击都精准的像打靶。你可能会问，为啥以色列能这么精准？答案其实一点都不玄乎，伊朗早被人家看穿了。不是以色列特工厉害，而是伊朗内部根本就是个情报筛子。上面有人不满政府，下面有人恨透神权，光是愿意给以色列当卧底的就一堆。你还在开会，人家已经知道你几点在哪开，点了什么茶，旁边坐了谁。这才有了苏莱曼尼被炸，核科学家被刺杀，哈马斯高层在德黑兰酒店被干掉的戏码一轮接一轮。以色列打得越来越顺，伊朗则越来越虚。现在外界一看到伊朗升旗，第一反应不是紧张，而是猜这次是几颗导弹，飞哪儿，几点开始放烟花。表演型治国的困境。本质上，伊朗从上到下已经进入了一种表演型治国的状态，口号最响，动作最慢，内耗最重。说是革命输出国，其实内部早就压得喘不过气，只能靠几个高举大旗的仪式维系所谓的合法性。所以你问伊朗为啥嘴炮？真不是他愿意嘴炮，是他只能嘴炮。真打起来，屁股底下这张椅子都可能被掀翻。面对以色列的欺负，伊朗总是表面功夫大于实际行动。这样的国家，你指望谁跟他结盟？俄罗斯。别逗了，现在俄罗斯自己在乌克兰都快忙不过来，连炮弹都得朝鲜帮忙，哪还有闲工夫替别人出头？说到底，伊朗在中东孤立无援的局面一点都不意外。宗教上跟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不是一个派系，政治上到处输出革命搞小团体，经济上被制裁的半死不活，内政上年轻人跟政府离心离德。其他穆斯林国家不是怕以色列，而是精明地算了一笔账，帮伊朗能得到什么？除了惹一身骚，啥好处都没有。反而跟以色列合作，至少还能赚钱搞发展。这年头大家都在为过日子奔波，谁还有空陪你搞理想？伊朗想当穆斯林世界的老大，但连自己家都管不好，凭什么让别人跟你混？所以下次再看到伊朗升黑旗喊复仇，你就当看一场免费的行为艺术表演就行了。真正的大戏永远在台下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